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5月13号到5月19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 ，Uber Eats 要并购了 Foodpanda。台湾部分 ，Uber 宣布以9.5亿美金收购 Foodpanda。若我们台湾的公平会审查通过，那 Uber Eats 将在台湾外送市场独大。第二，虾皮母公司首季营收创纪录。虾皮公布了 Q1 财报这个电商的营收增长了31%，主要来自直播，就虾皮直播，代表直播带货就已经是现在进行式。第三 ，Toys 入狱第2天突然更新影片，Toys 入狱了隔天在 YouTube 更新了一集模仿电影周楚除伤害的影片，现在的观看已经超过43万次证明了 Toys 强大的流量吸引能力。那也希望他出狱之后洗心革面回归正途。记得关注加订阅我是电商通灵城，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话，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个礼拜在电商领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会挑出我觉得重要的3个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5月13号到5月19号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Uber Eats 要并购台湾 Foodpanda， 标题叫做 Uber Eats 并 Foodpanda 一统江山。然后呢，电商老将王志仁，全联会是海啸第一排简单讲一下这新闻 ，Uber 宣布以9.5亿美金来收购 Foodpanda。那台湾公平会如果让它过了的话 ，Uber Eats 将在台湾的外送市场只有一家，最大家寡占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会有震撼消息现在来了你看我的预言怎么样我们在业内嘛，我们就是一直看看久就会自然知道哪边可能会有状况这样。那这个也不知道会不会过啦那应该不太会有悬念。如果真的通过的话那时候我看到新闻还在讲说 Uber Eats 并 Foodpanda 免送上楼条款恐统一，外送员嗨翻，全面1楼就是不强迫外送员送供应要给他爬上去这样有一些外送员他们会非常开心。Uber 现在的制度对外送员比较好那我现在就先下判断就不用开心的太早。假设未来真的 Uber 一家独大就是寡占的话，他要改规则就改规则那他要你送上楼，你一样就是送上楼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议价的能力就市场中就只有一家以前还有那个 Foodpanda、Uber 的外送可以跳来跳去，现在只剩下 Uber 那他不压榨你，这个他就看不起这个资本主义那再来伤害的就是店家了这个手续费要涨就涨了因为他在台湾没有对手了。那最后被打爆的人就是消费者寡占市场会发生这种事，这个小学就有教了那外送涨价店家涨价那消费者涨价外送员的收入也不见得会变高，所以就以后你去早餐店点一份三明治，他卖你40，那你叫外送，那一颗40块的东西就变80，就变100那大概就是这样。第二个新闻，虾皮母公司首季创纪录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标题：虾皮母公司首季营收创纪录，强攻直播电商带劲反正就公布 Q1 财报，营收达37.3亿美元这都美金，并且电商的营收成长了31%，这叫很多那主要来自直播串流的功能执行长李晓东表示，虾皮已经成为印尼最大的直播串流电商平台。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现在看起来直播带货发展速度就挡不了了其实是中国玩烂的嘛，但是现在就是扩散出去挡不了了。我们之前已经有分享了3只羊就中国大陆小杨哥他们，如果你关注电商，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3只羊小杨哥他们到底有多么夸张那准备进军台湾市场，其实他们已经进来了，他们已经压台湾办公室了，可是目前都还没有什么动作。然后现在东森也在搞直播电商，那现在 YouTube 也在搞这个 YouTube Shopping 就可以顺便看商品这样。这个以后我也来挂一下台湾目前还是送审制就是你要配合像我们 Cyberbiz 这种系统商，然后我们帮你跟那个台湾 YouTuber 讲说，这家把它开这个功能大概台湾目前还是这样。对，好，然后其实蛮屌的就是它可以指定商品指定商品是说
你的网站假设好几百样东西，可是你这支业配影片就在讲这个 A、B、C 三个东西，你可以只秀出 A、B、C 这三个商品，就 YouTube 要来带货就对了。然后 YouTube 带货现在抽几趴？抽0%呢？那你觉得这个会永远继续下去吗？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还有红利啊，那要做赶快做。那这些其实都变相的证明了，单纯的下 FB 广告，下 Google 广告的模式就没有那么香了不然你做那个直播或是做影片来带货很累呢，对不对？不要说拍一支影片要多少钱，我们就讲做一场直播你要出多少人就好了主播摄影、场部、营运、助理，最少就是5个人起跳你看这个成本很高，电商真的是蛮卷的，而且未来看起来就是会越来越卷这样这就未来趋势。好，来第3个新闻 ，Toys 入狱第2天突然更新影片。那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标题叫 Toys 入狱第2天突然更新影片，违建除3害被鞭打断发画面曝，又在闹就在那边讨流量就对了。好，然后反正他就是 YouTube 模仿一个周楚除3害的影片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就能想要这样子拍是真的蛮屌的。那3害讲的就是统神超哥跟他自己这样，也的确跟周楚除3害这支影片扯得上关系。在我拍片的时候，这支影片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43万次了Toys 真的是流量鬼才，虽然我也不喜欢，我会讨厌他，但是他这样抢流量的方式真的是厉害那这波操作的好处就是会让他的粉丝更铁啊。那你去看那个底下的留言那个亲卫队真的是无脑支持但是我看了看，却让我想到这个史丹利的名言。史丹利就是他以前那个队友啦在打英雄联盟时代的时候的队友，他名言就写说，他的道歉一直都很诚恳，他每次做了一些让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他的道歉都会让我们觉得他下次不会再这么干了。可是每次他下次就又这么干了反正就这样。他已经讲得很好听意思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这样那贩毒在台湾真的也是不能容忍。如果今天发生在香港或中国，他已经被枪毙了，然后在台湾还能上节目，还能干嘛所以真的很夸张。如果他把这搞流量的才华用在正途上，不就好了吗？未来绝对是不可限量的那一样希望他出来之后好好做人。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5月13号到5月19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 ，Uber Eats 要并购 Foodpanda。第2，虾皮母公司首季营收创纪录。第3，Toys 入狱第2天突然更新影片。讲八卦。这个台湾的外送终于迎来这一天了，就是这个 Uber Eats 独大整个市场。Foodpanda 那个可能他们赔钱赔到不想继续，好，没关系。好啦，独大寡占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这个大家都懂啦，就是不会有人赢的啦。那外送会很危险啦，可能会被做烂掉这样。餐厅赚不到钱，消费者觉得超贵。外送员跑得要死，收入没有以前多。钱都到哪里去了？钱都到公司营运方去了。就是这样。这件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了。有一篇非常非常有名的文章，你可以 Google 一下，叫困在演算法里的人，反正讲的就是中国外卖小哥美团嘛然后滴滴的师傅也是一样。好，反正就是这个演算法会控制什么？控制你的收入无限趋近于一个固定数字。这个我也有听那个外送员在讲，我们之前 Service 他推一个功能有做一些访谈，有去访谈那个外送的人，他说是这样，就是说他平常蹲点都蹲那个延吉街就大安区延吉街蹲点的意思就是摩托车插在那边滑手机等订单这样因为那边吃的很多，外送很多。好，然后那附近办公大楼其实蛮好送的，就一直送，可是一忙到大概3点以后就没事了就不会有什么订单了，下午茶单子没有那么多就这样那以前收入确实很好，他说他这样跑1个月的收入可以到8万多。好，8万多真的很多呢。你看一个社会新鲜人，他在公司上班，他拿到8万，他要么学历超级高要么你看他用多少年资来换8万多。可是后来单子就一直掉那让他自己很有感的感觉就是他会这样就是短的单，他们叫短单长单短单就啪，好，突然就来了一个超长的单，他外送费用也很高，
他可能送那一趟会超过100块的那个外送金额。对，就比方说他在大安区延吉街，然后就有一单送到几乎要到内湖这样，就会派给你这种单子。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把你从这边调走，然后让你的收入无限趋近于一个固定的数字，就这样。对，所以外送市场，现在是年轻人的保护伞，你知道吗？像我们自己在做招募，现在人真的很难争，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人力，现在大家都怎么样？工作的不开心、不爽，一个不爽他就去跑 Uber，他就跑熊猫。对，那未来无限趋近于一个固定收入的时候，可能这条路也没有那么香那我个人是期待这一天的发生。为什么？那个台湾的外送的部队真的是把我们的产业界的人力几乎抽成一个真空状态，制造了一个断层，这真的很夸张。那个现在啊，在比较年轻的一些科大等等的毕业，他们真的一堆人的选择就是去跑熊猫、跑 Uber 呢。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在跑了，没课的时候就在跑。那我认为啦，这个对台湾的职场人才培育真的都是一个很巨大的伤害我们自己在职场啊，我们找不到年轻人，就觉得这些苗头不太对那现在被独大了，那我真的希望外送员越来越严酷。然后让他们重新回到职场中，然后好好的工作，而不是说就吃这种东西叫青春饭这个体力不行了，跑不动了，那请问你会什么？你怎么去找到一个在你职涯上做下一个跳跃？完全没有办法对啊，而且你那个收入证明，你要买房子贷款都有问题，对不对？好了，大概就是这样。